我花60万带负债的兄弟一起做生意，生意火爆后，他果断将我踢出局。店里都是我跟我老婆在付出，你压根就没管过。当初你投了60万，我现在还你60万，咱俩两清了。林江拿出60万现金放在我面前，我怔怔地看着他，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林江顺手把钱推到我面前，这60万是你当初投进来的本金，现在还给你。我笑了笑，什么意思？怎么突然要归还我本金？林江满脸严肃。农家小院以后我和我媳妇儿经营就够了，我把你投进来的60万还给你，以后你就不用来了。闻言我愣住了，林江和他媳妇这是要踢我出局，我以后都不用来了。你这是踢我出局的意思？我指着自己不可置信地问了一遍。林江没有否认，他毫不犹豫地说道，这1年多小院全是我跟我媳妇在辛苦经营，你又没管过，这个小院跟你有啥关系？没关系，怎么会没关系？我花60万辛苦投资这个农家小院1年多，从零做到月流水30多万，正要开始挣钱的时候，你一句跟我没关系就要踢我出局吗？我和林江是高中同学，高中毕业后我去北方读大学，林江选择踏入社会，这期间我们一直都在联系，每年寒暑假我们都会约着一起喝酒叙旧。我大2那年林江结了婚，结婚后林江拿着他媳妇的彩礼钱去开加盟店，不曾想被人割了韭菜，不仅赔了，还欠下20多万的外债。林江为了还债，只好白天打工，晚上出摊卖炒粉。他媳妇儿没有工作，家里还有2个孩子在吃奶粉，他媳妇儿天天跟他闹离婚。酒桌上林江向我哭诉他压力大，现在每天一睁眼全是钱，压得我无法喘气。我真的想过从綦江大桥一跃而下，一了百了。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我不忍心看着他做傻事，我选择拉他一把，但是我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我好心救他出火坑，他却在背后捅我一刀。林江，你是喝多了，还是脑袋被驴踢了？你搞没搞清楚，这个小院是谁投资的？我指着林江的鼻子骂。林江冷漠地瞥了我一眼，你当初投了60万，我现在还你60万，我又没占你便宜，我看是你脑袋被驴踢了吧。我真是被他气笑了，这个农家小院无论是投资还是模式全都是我的。1年前我救林江出火坑的时候，我问他会做什么，林江说自己除了会做餐饮，别的什么都不会。我二话没说，直接给我大学舍友打电话。我大学舍友家里是做餐饮行业的，在他们当地有4家分店，我跟他沟通好久，他才同意我用10万块钱买他家的配方。我带着林江去学了1个多星期，从经营模式到后厨菜品，我大学舍友对我毫无保留。回来后，我们和林江算了一下，开一个类似的农家小院大概需要60万。林江当时没钱，他说他给我打工，但我没同意。我开这个小院本就是为了拉他一把，他给我打工压根就解决不了他的困境，因为我自己还经营着家里的生意，我不可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个农家小院，而这个小院必须要一个人挑大梁。于是我和林江就达成了口头协议，我出钱他出人，挣了55分。然而我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小院经营刚满1年，林江和他媳妇儿就迫不及待地要踢我出去。林江，当初是谁救你出火坑的？你他妈还有没有良心？在商言商，你不要扯那么多没用的。你口口声声说救我出火坑，那你现在还跟我争什么？你投60万，我还你60万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林江不以为意，反倒教训起了我。他以为我是在和他争着3瓜2枣，其实我压根就没看在眼里，我只是接受不了被这么踢出去。既然林江喜欢在商言商，那我就和他一分不差的算清楚。我这60万就是放银行存1年，起码也得有点利息吧。更何况小院现在的生意非常好，每天都是爆满，单日流水都在1万左右。这1年除掉所有开销，净利润应该是140多万。只要你给我140万，我退出，让你们自己玩，以后我们俩各走各的道。这个小院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，都是我跟林江在忙，你什么力都没出，就投了60万。我们现在还你60万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林江他媳妇钱丽开了口，夫妻俩说了同样的话。瞧着钱丽那忘恩负义的嘴脸，我心头一阵怒火燃烧。回想1年前，他们夫妻俩恨不得把我当成祖宗供起来，现在挣到钱了，就开始跟我张牙舞爪。狗这种东西，就是不能让它吃太饱。我强忍怒气，沉声道：我要是没出力，这个小院它能做起来吗？钱丽闻言，嘴角一撇，冷笑道：你隔3差5带你朋友到店里吃喝，每次下来都要大几百，你付过钱吗？你自己白吃白喝就算了，但凡是你朋友来，只要提你的名字，你最低都是8折，有时候你还给他们免单，就是你出的力，白吃白喝谁不会？林江和钱丽2人，你一言我一语，直接把我说成了吃白食的蛀虫。我请那些人吃饭喝酒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让他们来消费？他们哪个没来咱们店里消费？哪个不是咱们店里的大主顾？小院开业初期，
店内生意十分惨淡。临江他欠了一屁股债，身边的人都绕着他走，指望着他发动人脉拉生意，根本就不现实。我只能发动自己的人脉，经常组局替农庄拉生意。现在做餐饮，谁不是靠回头客养活？而维持这些回头客，肯定都是人情世故。但是这些人情世故，在临江和钱丽眼中，却成了白吃白喝。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他们成为小院的客户，完全是小院的菜品多，味道好。味道不好，谁会天天来吃？我差点被气笑。菜品多，味道好，是不是都是我找人学的？我不费尽心思弄找材料找配方，你们上哪儿弄招牌菜？这个小院所有的菜品都是找的，但是我大学舍友家里的2道招聘菜，我就花了10万。为了迎合本地市场，我又花了近10万，把我们当地的几道特色菜也都买了过来。为了弄这些特色菜，我可没少费功夫。这跟我从大学舍友那里学的还不一样。我和我大学舍友不同省，所以不存在竞争关系。但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可就不一样，我学会了，就等于是抢他们的饭碗。为了学到这些手艺，我是又搭人情又搭钱，求爷爷告奶奶才学到的，不然哪有他们口中的菜品口味多味道好。呸！你真好意思说？钱丽一听我这么说，立马就炸了，她指着我的鼻子：你还好意思说你找的材料吗？你中间吃了多少回扣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市场上的鸡普遍都是5块多一斤，你找的鸡竟然要26一斤，足足高了5倍。还有你找的鱼，你买的蘑菇菌类，哪一个不是比人家贵几倍？听到这些话，我真的懒得和他们再多说半个字。市场上多少人想买正宗走地鸡，都排不上队。当初我和临江为了买走地鸡费了多大劲，他们俩心知肚明。现在又拿这个来说事，这摆明了是鸡蛋里面挑骨头。临江和钱丽是铁了心要踢我出局，我说再多也是无益。行，我退出，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他们2个耗。如果非要争的话，临江和钱丽是铁定争不过我的。只不过这个过程一定是耗时又耗力，没个1-2年的官司铁定结束不了。因为这个农家小院的营业执照是用临江的名字办的，听闻我要退出，临江和他媳妇2个人喜出望外，就差没蹦起来。有的人啊，你给他留面子他不要，非得让人把脸打肿了才知道疼。我选择退出后，临江他媳妇还不忘出言挖苦我：赶紧拿钱走吧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瞧他们夫妻的嘴脸，早知道就该饿死他们2个。这60万是我的本钱，去年1年的分红是不是该给我？我声音陡然而止。什么分红？你都没出过力，凭什么给你分红？钱丽脸色骤变，厉声尖叫。临江脸色同样难看，但他没有钱丽这么不讲理，而是突然跟我打起感情牌。咱们兄弟一场，60万算我借你的，现在我还给你了。还没等临江说完，我就直接打断：谁跟你是兄弟？你算老几？我凭什么借给你？临江被我怼得脸色涨红。这小院的选址、装修、后厨菜谱食材，哪个不是我弄的？你管这叫没出力吗？我瞪着临江沉声质问他。临江被我弄得哑口无言，钱丽却不依不饶。你不提，我都差点忘了。这个装修你摊了多少钱？我表弟是搞装修的，上次他来我们店里吃饭，就这装修顶多20万就搞定。你倒好，你跟我们说这装修花了30多万，你也太黑了吧。听闻这话，我瞬间无语。这个农庄前后1200多平，我装修花了30多万，他管这叫多？我现在跟他说话完全是对牛弹琴。我也不跟你俩继续废话，按照之前的55分账，我应该分62万。我果断掏出财务发给我的财务报表。临江和钱丽想说话，但是我没给他俩开口的机会。还有你之前欠我的6万8，你一共要给我68万8，拿到钱我立马走人，否则这个小院咱们谁都别干了。我冷眼望着临江，临江深知我的脾气，我一旦说了狠话，那就是非干不可。钱丽不同意，但是临江不敢赌，他一把将钱丽拉了出去。2人嘀咕了小半天，最后不得不把剩下的钱转给我。离开小院之后，我决定给临江上一课，这个小院我不干了，他们2个白眼狼也别想干。我要临江亲眼看着他是怎么从巅峰再跌落到火坑的。可惜我还没来得及动手，临江就自己先动了手。赵老板，怎么突然取消合作了？卖走地鸡的宋总给我打电话，宋总是我们高中同学的老表，临江也认识。宋总为了养殖正宗的走地鸡，专门包了一片果林。他家的走地鸡纯天然放养，生长周期是150天到180天，也就是5到6个月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价格贵了5倍的原因。钱丽说的那种5块钱1斤的鸡，那是普通的肉鸡，30到45天就能长到5、6斤，下锅之后一炒全是水，味道如同嚼棉花一样。不好意思，宋总，我现在已经退出小院的经营。你那个小院不是效益挺好，为什么要退？精力有限，我没说我是被踢出局的，那样传出去不好听。
岐山的商圈本来就不大，不出3天肯定就传得沸沸扬扬，不仅对临江造不成任何伤害，反而我自己还要被人嘲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再给你那个小院供货了。赵老板以后可别说我不够朋友。挂掉宋总的电话，我陆陆续续接到其他供应商给我打电话，基本都是临江单方面宣布停止合作。他一下子换掉了所有供应商，看着他作死的行为，我不禁笑了。赵老板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怎么说我的鱼价格高，让我降到7块钱1斤，不然就不合作了？卖鱼的老陈最后一个给我打电话，接到他的电话，我深知临江离死不远了。我说我退出了，老陈不由得吐槽2句：我看他就是个傻子。岐山黑鱼市场上要是还有比我价格低的，我跟他姓。卖鱼的老陈气呼呼的，他说这话确实没吹牛。这个卖鱼的老陈，人家已经养了近40年的鱼，如今身价过亿。为了养出正宗的岐山黑鱼，老陈承包了綦江上游长达10公里的流域，并且沿岸的100多亩土地也都被他包了，只为了黑鱼的质量。所以他家的黑鱼肉质鲜嫩，味道肥美，根本不是那种鱼塘里养出来的柴鱼。那种柴鱼肉质跟烂棉花一样，根本不能炖煮，时间稍微长一点就碎得跟豆腐渣一样。当初我为了跟老陈搭上线买他的黑鱼，我可没少费功夫。老陈这个人他不喜欢社交，唯独喜爱钓鱼，我陪他钓了半个多月的鱼，人都晒黑一圈，他才答应卖给我。临江退钓走地鸡和岐山黑鱼，等于是把小院的2道招聘给撤了。酱香烤鸡和浓汁焖鱼，这2道菜是我大学舍友家的招牌菜。这2道菜一个需要长时间烤，一个需要长时间焖，所以都比较考验食材本身。临江换食材供应商，就是因为我找的食材都比较贵。他之前不止一次跟我提过这个问题，为了说服我，他还给我算了一笔经济账，如换成普通的食材，小院的利益至少提升20%左右，但是我没同意。为此临江还给我甩了好几天脸色，只不过当时小院是我说的算，他只好作罢。临江换掉所有食材商之后，小院的效益显著提升，他现在找的食材商比之前的便宜好几倍，成本下降，利润自然就提上去了。临江直接提了一辆奔驰200，为了炫耀，他直接把提车视频甩到我们高中同学群里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把临江抬了起来。临江在追捧声中迷失自我。农家小院今后由我100%独家控股，各位同学以后来小院消费，我一律打8折。临江既为了炫耀，又为了讽刺我，我没搭理他。可能是提车不足以凸显他的优越感。4月初，林家又买了房。林老板霸气，林老板，你这是发大财了呀！临江在同学群连发了5个200元的红包，这个红包瞬间把所有人炸了出来。等群里气氛活跃起来，临江才开始炫耀。今天买了一套140的房，回头都来我的小院喝酒，全场我买单。之后高中同学群就成了临江的炫耀圣地，不是晒流水就是晒现金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全市首富，我很明白，他这是故意做给我看的，他想证明他是对的，只可惜好景不长。赵老板，你这农家小院现在什么情况？怎么酒水都不让带了？我一个卖烟酒的，你不让我带酒水给客户品尝，我卖个屁的酒！晚上6点多的时候，我接到之前的客户给我打电话。李总，真的抱歉，小院那边我现在退股了，什么时候改的规矩我也不清楚。给我打电话的是卖烟酒的李总，他是小院的常客。听他在电话里发火，我只能先道歉。李总，你稍等一下，我马上打个电话问一下。我随即给临江打电话，一连打了3个，他都没有接，直到第4个他才接。什么事？总咬烟酒店的李总，他今天带客户推销自己的酒，你跟小院那边说一下，让他今天先用自己的酒。我耐心跟临江解释，临江听完非常冷淡地回了我一句：小院现在禁止自带酒水。我听了顿时火大，但我还是耐心地跟临江解释，李总他是卖酒的，他组局就是为了推销自己的酒水，他的客人马上就到了，你先通融一下。他是小院的常客，1个月在小院吃20多天。我还没说完，临江就很不耐烦地打断我：小院的规矩就是不能自带酒水，这要都像他这样，我还干不干了？你少管闲事，小院现在是我的。临江吼完，我就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我气得直骂娘，我就没见过这种傻逼。李总这种优质的客户，他都不知道维护，做个屁的生意。当初农庄刚开业那回，多亏了李总捧场，他不仅自己吃，还经常带身边的朋友过来捧场。无奈我只好在别的地方重新给李总订个包间。我再三给李总道歉，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，哪曾想临江竟然还让人打电话跟李总要什么赔偿费。李总提前订了一个烤羊，烤羊要提前2个小时开始烤。李总气呼呼的走了，他自然不会再买单。临江让服务员给李总打电话要烤羊钱，李总直接给他拉黑了。临江又给我打电话，你马上让那个李总把烤羊的钱转给我，否则我跟他没完。电话那头临江气呼呼地冲我吼了起来：你有病吧？
人家是卖烟酒的，请客吃饭本来就是为了推销酒水，你不让他带酒，他吃什么饭？咸的吗？我直接骂道。临江还在继续狡辩，这是小院的规矩，我又不是针对他。我回怼道，你的规矩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？你非要等到饭点才告诉他？我太了解临江的为人，这种小伎俩他绝对搞得出来。我不管，你告诉他，他要是不给我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临江又开始装了，我听得脑袋大。你有能耐去他店里找他，别在我面前吹牛，人家10年前就开路虎，你是个屁呀！临江听完再也蹦不出半个字，只好挂断电话。此后类似于这样的情况，我同样又接到好几个。临江事先不通知别人不让带酒水，等别人带着客户去小院时，他才告知不让带酒水，弄得很多人都特别尴尬。那些人很多都是我朋友，他们遇到这种事情，第一个就会给我打电话，但我不能次次都自掏腰包替他们重新订酒店，我逼得没办法。我连续发了3条朋友圈，告知所有人我已经退出小院经营以及农庄不让带酒水的事情。临江看到我的朋友圈，又给我打电话，说我这种针对他、故意坏他的生意，我直接将他拉黑。这货是坑人，坑上瘾了。我打听一下才知道，临江这货之所以不让带酒水，他自己接了一个酒水代理，对方给了他不少好处，他故意不让员工通知客户不让带酒水，等到客户到小院时，服务员才会告知他们不让自带酒水。有的老板碍于客户的面子，只能忍下这口气，但是不让带酒水这一条，小院的回头客就损失了1/3。之前那些老客户，他们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基本都是，现在这个小院整得太差劲，菜品难吃的不能下咽。这个结果我早就预料到了。小院的味道好，全依赖食材过硬，像走地鸡和岐山黑鱼这种长时间烹煮的菜品，根本不能用普通的食材代替。普通的肉鸡和人工饲养的黑鱼，压根不能长时间炖煮，要不炖出来一锅水，要不就是碎得跟豆腐渣一样。临江他眼里只有利润，他根本不考虑长远。时间久了，小院不好吃的名声就传了出去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小院基本就没什么生意了。小院没生意，临江就想着压缩成本，控制利润。压缩成本无非就是食材和员工。食材方面，临江没法再动手，他只能裁员。他裁员也挺有想法的，先从厨房的大厨开始裁，理由是后厨一个人的工资顶好几个服务员的工资。小院原本有4个厨师，临江一下子就裁掉2个。裁员之后，效益还是上不来。临江决定换回以前的食材，走地鸡和岐山黑鱼虽然贵了一点，但是生意好。他厚着脸皮去找之前的供应商，但是没人理他，他又把怨气撒在我头上。你这么搞我有意思吗？这么损人利己的事情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不知道是哪个同学走漏的消息，临江竟然找到我们吃饭的地方。他进门之后就怒气冲冲地质问我，那些供应商现在不肯把食材卖给我，是你在背后搞的鬼吧？临江的近况我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。农庄最近的生意不能说是差，几乎可以说是跟倒闭没什么区别，一天也就那么1-2桌客人，房租跟电费都挣不回来。临江眼瞅着不是办法，他决定按照我以前的经营模式重启小院，所以他的第一步就是换回以前的食材。你这么搞我有意思吗？这么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临江急赤白脸的一顿输出，现在又想起我们是兄弟了，我可不认。你打住，我可不是兄弟，你说的是宋总和卖鱼的老陈吧？我这一句话噎得临江脸色涨红。临江冷哼一声，哼，你还装个屁啊！我懒得和他争执，但是现在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，我要是扭头就走，所有人都会以为是我在背后搞他。临江那张破嘴，死的都能说成活的，所以我必须要解释清楚。我现在给老陈打电话，我开免提，让大家评评理，是不是我搞鬼？我掏出手机，当着众人的面拨通老陈的电话，老陈几乎是秒接。喂，小赵，好久不见，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？电话那头传来老陈的问候声，这不是太久没见陈老板，想吃陈老板的鱼了吗？这个简单，你把地址给我，我明天叫人给你送过去，你想吃多少有多少，绝对管饱。我又跟老陈闲扯几句，随后才步入正题。我那个农庄的合伙人是不是找你买鱼了？话音刚落，老陈声音突然严肃起来。小赵，你要是自己想吃鱼，你要多少我给你送多少，但你要是替他说话，那就免了。但从电话里我就能感受到老陈的火气很大。听到老陈这么说，其他同学也都面面相觑，临江也不自觉地开始闪躲。老陈，我真不是替他求情的，我问一下你俩发生了什么，怎么这么大火气？老陈平日里待人特别和善，无论你什么身份，他都十分客气。人家虽然身价过亿，但是一点架子都没有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。你别给我提那个王八蛋，
提到他我就一肚子火气。临江就在我身后，他想出声骂回去，我怒瞪他一眼，他没敢张嘴。萧小伙，他年纪小不懂事。小赵，我要不是看你的面子上，我当时就把那个王八蛋扔河里喂鱼了。老陈快60岁的人了，还是忍不住爆了粗口。当初是他不要我的鱼，不是我不卖给他。昨天他又来找我，我说没货，这个王八蛋站在我渔场里吆喝，我赚黑钱，丧良心。他还把我给你22块1斤的事情满渔场吆喝。我那些客户有的都是跟我合作10多年了，我一直给他们的都是25左右1斤，现在搞得我里外不是人。我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，我当时就把他扔进湖里喂鱼。老陈又重复了一遍。这个时候谁对谁错，大家心知肚明。我向老陈道了歉之后就挂了。还需要我给宋总打电话不？我脸色阴沉，质问临江。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提前串通好的？临江小声嘟囔。我反手啪的一声给了他一巴掌。凭什么打我？临江被我打懵了，半天才缓过劲。这一巴掌是替老陈打的，你忘了他当初是怎么帮我们的吗？整个綦江卖黑鱼的都嫌弃我们量小，不肯卖给我们，只有老陈他不嫌弃。他看我们2个年纪小，不仅卖给我们，还给了我市场最低价。綦江老陈，你满市场打听去，他给我们22块1斤，是不是市场最低价？你他妈人家给你饭吃，你砸人家的锅！我怒吼临江，临江不敢反驳。再让我听到你对之前的那些供货商不敬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老陈那边是彻底没戏了。临江又去求我们高中同学李阳。鸡和鱼原本都是小院的招牌菜，既然鱼没戏了，那他绝对不能再错过走地鸡。临江在市场上找了很久，综合下来，他还是买宋总的走地鸡最划算。第一，价格便宜；第二，货真价实，不存在什么质量问题。他给宋总打电话，宋总告诉他没货。临江不死心，又买了2瓶台子，请李阳吃饭。李阳跟宋总是亲老表，吃完之后，临江又带李阳去酒吧蹦迪，一晚上没少折腾钱。第2天得到的答复还是没货，他气不过，觉得李阳忽悠他，他跟李阳在群里开撕。李阳，你他妈的跟我拍胸脯，保证没问题。现在事没办成，你把那天晚上吃的喝的都给我吐出来。临江随后将那天晚上的账单甩到群里，2瓶台子加酒吧的消费一共是2万多。李阳不仅没给他，还把他做的那些破事都抖落出来。临江，你个不要脸的狗东西！赵凯旋看你可怜，他还60万带你做生意，结果你不要脸，你把他踢出局，独占他的农家小院。这话一出，群里瞬间就炸开了锅，临江也炸了。这话是不是赵凯旋跟你说的？李阳立马甩出一段60秒的语音。你少往别人身上泼脏水，赵凯旋没说你半个不字，这些都是我老表说的。整个岐山的商圈就那么大一点，你做的烂事早传开了。像你这种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，你就等着关门倒闭吧。又过了1个多月，临江彻底撑不下去了。小院无论是打折还是降价，甚至啤酒免费畅饮都没用，生意始终一点起色都没有。一天就那么1-2桌，电费都挣不回来。临江被逼得没办法，他又来找我。高中同学的聚会上，临江半路杀了出来。看到临江来了，我起身就要走，因为我跟他真的没什么好谈的。这一次同学聚会，就是因为他们说没邀请临江我才来的。如果得知他会来，八抬大轿抬我都不来。凯旋，是我错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是我对不住你。临江进门之后就直接走到我身边道歉，弄得大家满脸错愕。他拿了一个分酒器，直接倒了满满1杯白酒。这第1壶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混账不是东西，财迷心窍，伤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，我对不起你。话罢，临江一饮而尽，然后又倒了满满1杯。这2壶是我忘恩负义，我最落魄的时候是你带我东山再起，可我却恩将仇报，我猪狗不如。临江眼眶一红，直接一饮而尽。喝完第2壶，临江再也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他边哭边倒第3壶。有同学怕他喝出事情，急忙拦住他，但他不听，后来也就没人拦了。第3壶，我求你原谅我一次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这个好兄弟。3壶酒喝完，临江彻底晕了。我始终一言不发，如果不是这么多同学在场，我早就走了。临江再三跟我道歉，一边道歉一边扇自己巴掌。大家都坐着不动，看他自己扇自己。我跟他的矛盾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，对于他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，没人会同情的。再后来，临江彻底醉了，出了很多洋相，而我早在其他同学的掩护下，先一步离开。14同学聚会过后没多久，临江就把店面兑了出去，连带小院的东西一并兑给下人租户。
租金加转让费勉强够把员工的工资和食材费结清。再后来，我很少听到临江的消息，或许是上次醉酒太丢脸，临江直接退出了高中同学群。他这辈子若是没什么天大的机缘，下半辈子注定要在还债中度过余生。小院队出去之后，他累计还欠了70多万。再见临江的时候，他正在街边卖炒粉。寒风瑟瑟，临江一个人蹲坐在摊位前，等了半个多小时，也是没等到一单。后来，我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，小院倒闭之后，临江没能力还贷款，房子和车子都被法院没收了。房子法拍之后刚好够还银行的贷款，但是他首付的20多万全部折了，车子也大概是同样的情况。法拍之后得到的钱基本都是只够还银行的。他媳妇儿也跟他离了婚，临江从他媳妇儿娘家那边借了不少钱。小院还在的时候，周围的亲戚都觉得他很有钱，也都乐意把钱借给他。哪曾想临江赔得一塌糊涂。离婚之后，临江媳妇什么都不要，2个孩子全都留给临江，孩子还小，临江他妈和姐姐帮忙带着，他妈照顾2个孩子就没了收入，但指望临江他爸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他们4个人，根本不可能，走投无路。临江只好干以前的老本行，出摊卖炒粉。他白天正常上班，给厂里开冷藏车，晚上8点下班后，临江出来卖一会儿炒粉，9点一直卖到凌晨2点，运气好的时候一晚上也能整个100-200，钱虽然不多，但至少孩子的奶粉钱有着落了。我要走的时候，临江刚好看见我，他急忙起身跟我打招呼，我一脚油门扬长而去，不去打扰他卖炒粉。